他说，过了2026年的7月，他就不打算再开口预言了。他说他累了，每一次把那些画面从嘴里说出来，都像是替整个世界扛起一块石头，扛到最后，连自己的身体和心都快撑不住。他甚至因为这些日夜纠缠的画面，得过一段时间的情绪病。所以在他把那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彻底关上之前，他盼着最后一口气，把2026年下半年他看到的东西一口气全说了出来。而我们今天站着的这个位置刚刚好，就是他口中那道门槛的正中央。5月、6月、7月，你没看错，这不是遥远的未来，就是现在，就是我们正在呼吸的这几个月。你可能会想，既然这么准，既然能看到这么远，他为什么不多说几年，偏偏要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收手？我后面会讲到这件事，但你先记住一个感觉，这一次他不是在做一场普通的节目，他更像是一个就要远行的人，在关门之前把屋子里最重要的东西一件一件全都交代给你。他没有保留，因为他知道过了这一次就没有下一次了，所以他说的每一个字你都值得认认真真的听到最后。我们都知道，普莱从来不肯说自己是预言家，他总说他只是一个翻译讯息的人，那些画面不是他想出来的，是另一个世界让他看见，要他转达的。可这一次，当主持人问他这些讯息到底是谁给你的，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吐出2个字：死神。不是哪位慈眉善目的神明，不是哪一尊菩萨，而是死神，是那个在所有文化里都站在生与死交界，负责把人带走的存在。当一个一辈子在跟另一个世界打交道的人告诉你这次传话的是死神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他接下来要说的分量有多重。在另一个场合，他甚至说这些警示是阎罗王要他转达的。不管你信不信这些，你都不得不承认，他选的这个传话人本身就是一个讯号。神明传话多半是符，是提醒你去把握什么，可当传话的换成了那位专门收人的存在，那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比较像是有人提前把一份名单摊开在你面前，然后对你说，这上面的事正在路上，你最好早做打算。普莱接下这份差事的时候是抖着的，他说他不想当这个报信的人，可那些画面不分白天黑夜的往他脑子里钻，钻到他不说出来就睡不着觉。说真的，如果换成别人，我可能听过就算了，可这个人是把缅甸那场大地震提前说中的人，是把那架失踪的马航班机连残骸大概什么时候会被找到都看见了的人。他过去那一串吓人的命中记录，让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太敢让人当成耳边风。所以这一次，当他把死神2个字说出口，我整个人是坐直了的。而且这一次他的语气跟以前都不太一样，以前他讲预言多少还带着一点，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的余地。可这一次他说的又急又重，像是有什么东西逼着他非说不可。他甚至说这些画面太清晰，清晰到让他没办法假装没看见。一个能看见未来的人，最大的痛苦或许就在这里，你看见了，可你拦不住，你只能声嘶力竭地朝着还在熟睡的人群大喊，前面有悬崖，可你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会愿意停下脚步。普莱说他看到的2026年是一匹冲进大火里的马，这匹马在烈焰当中叛命挣扎，嘶吼乱踢，到最后他竟然真的从火里冲了出来，活了下来。可是这个冲出来的过程太痛了，所以这一整年灾难会一个接着一个密密麻麻地砸下来，几乎不给人喘息的空间。火是他看到的第一个画面。他说他看到了大爆炸的场面，伴随着一声又一声砰砰砰的巨响，这可能是一场大火灾，也可能是战火。因为在那团火光的背后，他看见2个大国正在发生一场剧烈的正面的碰撞。他不肯说那是哪2个国家，他只说他们离泰国很远很远。可是这场碰撞的影响太大了，大到连遥远的泰国，甚至连我们都躲不开。如果你这几个月一直有在看新闻，你应该已经感觉到了，那团火，那些爆炸，
那些原本只该出现在电影里的画面，已经一个接一个从一个遥远的地方烧了起来。机场一座一座的关闭，导弹在夜空里划出一道一道的弧线，整个世界的目光都被吸了过去。普莱去年底把这个画面说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还半信半疑，觉得他危言耸听。可现在回过头再看那段话，你会不会也起一身鸡皮疙瘩？他看到的会不会根本就不是预言，而是一个他早就先一步看完了的正在播放中的新闻？他说的那2个大国的碰撞，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那团火本身，而在于它牵动的东西。你想想，今天这个世界早就被一条一条看不见的线紧紧绑在了一起。一个遥远国家的油井停了，你家加油站的价格就会跳；一条繁忙的海运通道被封了，你网购的东西就会涨会缺。所以普莱才说，就算战场离泰国再远，那股冲击波还是会一路传过来，传到我们的菜市场，传到我们的油钱，传到我们每一个月的账单上。这就是为什么他明明看到的是别人的战争，却急着要提醒我们所有人，因为在这个时代，没有人是真正的局外人。接着是水，普莱说他看到天就像被捅破了一个大洞，雨水哗啦啦地往下倒，怎么下都下不停。气候会乱到一个地步，连那些几百年都没刮过台风的地方，都会莫名其妙地刮起大风暴，一边在淹大水，另一边却在烧大火，水火同时夹击，这就是他口中2026年最诡异的景象。他特别提醒，今年的雨量会大得不正常，有些地方会在水里泡到崩溃，有些地方却会被火蛇一路追着跑。也正因为这样，他在年初就发出了那个让全网疯传的旅游警告。他说2026年的上半年最好少出门，尤其不要去那几个英文字母开头的地方。一开始他给的线索是3个 HJT， 后来他又改口，说真正危险的其实有4个 JPTI， 而且特别是5月、6月、7月这3个月，千万要避开。而在所有这些警告里，有一个他讲的特别重，特别反复，飞机。他说2026年关于飞机的事情会很吓人，他甚至直接呼吁全世界的航空公司千万不要大意，一定要把飞机的维护和检查做到滴水不漏。他形容他感觉到会有一场跟航空有关的非常严重的意外，这就是这次标题里那一场意外的由来。你回想一下，这半年中东好几个航空枢纽因为局势混乱，一个接一个被迫关闭，多少航班停飞，多少旅客滞留。当这些新闻一条一条跳出来的时候，多少人又想起了他去年底那句没有人当真的飞机很吓人。这几个字母瞬间在网络上掀起一场全民解码大赛，有人说 H 是夏威夷，有人说是香港， J 有人猜日本，有人猜印尼的雅加达， I 可能是印度、印尼、伊朗、伊拉克甚至以色列，而那个 T 最让我们这边的人心头一紧，因为网友普遍认为 T 很可能就是台湾。也有人说那是泰国本地，因为他预言今年泰国会面临严重的水火夹击。普莱自己没有把话说死，他只说他没办法确定是哪个国家哪座城市，他只是感受到一股非常强烈的画面和警讯。他甚至带着一点哀求的语气说，我真心希望那不要发生，希望这只是一场梦。他最揪心的是再三叮咛那些带着小孩的家庭，在这几个月能不往那些地方跑就尽量别跑。可怕的是，这几个被点到的地方有好几个刚好都压在环太平洋的那条地震带上。说到那个 T， 我们这边的人心情是最复杂的。有人说那代表的是天灾，是地震，是那条地震带哪天突然发了脾气。也有人把它跟那团越烧越旺的地缘政治的火连在了一起。普莱自己没有点破，可他那句带着小孩的家庭要特别小心，还是让很多做父母的揪了一下心。当然我们也要冷静，预言里的字母本来就模糊，很容易被每个人各自的焦虑放大成自己最害怕的那个样子。它不等于官方的警报，真要出门还是得看各国政府和航空公司的正式公告。普莱自己也说过，他宁可这些话最后全都杠归，宁可被人笑说他乌鸦嘴，也好过真的有一天这些画面一个一个变成了现实。
于是问题就来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一场大地震正在路上？普莱说，没错，地震少不了，而且到了2027年，地震会出现的更密、更频繁。但他话锋一转，说了一句让我听了背脊发凉的话。他说，这里面有很多地震根本不是天灾，是人祸。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是，地震是地球的板块互相挤压、碰撞造成的。可是普莱说，有一些地震是某些国家躲在深海底下偷偷做秘密武器实验弄出来的。他们甚至会故意挑那些地底本来就有裂缝、地质特别脆弱的地方下手。这已经不只是一场单纯的军事演习了，更像是在对着别的国家秀肌肉，警告对方，你看，我有这个本事。他们以为秀完肌肉，事情就过去了。可这些在地底深处引爆的能量，却悄悄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一个牵动一个，最后变成我们在地面上感受到的一次又一次的摇晃。他还特别提醒，如果你发现自己家附近的地下商场、地下停车场最近常常莫名其妙的停电，那你要特别小心，因为那有可能是大地正在发出的某种讯号。他也提到，要小心那种突然出现的天坑，还有道路莫名其妙的下陷。他甚至预告，到了2027年，这种地震会更密集，而其中相当一部分都跟某些国家在海上、海底进行的武器试验和军事演习脱不了关系。尤其是在那些地质本来就脆弱的断层带上，一旦被外力一刺激，就可能像推骨牌一样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最后再带出更严重的海啸和水灾。你发现了吗？在普莱的这套预言里，天灾和人祸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很多看起来像是老天爷发脾气的事，背后可能都藏着一只人为的手。这或许才是他最想让我们看清楚的真相。与其说2026年是一个天灾之年，不如说它是一个人祸借着天灾的外衣全面登场的年份。但是普莱说，地震还不是最可怕的。2026年最可怕的东西不是战争，也不是地震，是瘟疫。当主持人小心翼翼地问他2026年的疫情会很可怕吗？普莱没有用病毒这2个字，也没有说传染病，他只用了3个字来形容它：新东西。而这3个字恰恰就是整段预言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字眼。一个一辈子都在跟死亡和灾难打交道的人，居然找不到一个现成的词去形容他看到的那个东西，只能含含糊糊地说那是一个全新的、没见过的新东西。你细品这3个字新东西，它背后藏着一个很恐怖的讯息，因为它意味着这个东西不在任何一本医学课本里，不在任何一个资料库里，没有现成的疫苗，没有现成的解药，甚至连个正式的名字都还没有。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最惨烈的瘟疫几乎都是这样开场的，在它有名字之前，它早就已经夺走了无数条人命。普莱看到的会不会就是这样一个赶在人类给它命名、给它研究、给它对策之前，就先一步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的新东西？他说，那是一种人类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它是在实验室里被培养出来的，里面混进了一种非常古老的病毒，就像当年的新冠一样，专门攻击人的呼吸系统。死神告诉他，那混进去的古老病毒对应着2个词，一个是肺结核，另一个是黑死病。黑死病这3个字一出来，我整个人都安静了，因为那是人类历史上死掉最多人的一场瘟疫。1347年左右，它从亚洲开始往外蔓延，短短6年时间就席卷了欧洲、亚洲、非洲3大洲，夺走了大约7500万到2亿条人命。光是欧洲3个人里面就死掉1个，整座的城市变成空城，送葬的钟声从早到晚没有停过，后来连敲钟的人都死光了。你能想象吗？如果一个实验室真的把肺结核那种会慢慢蛀空你肺的特性，跟黑死病那种一沾上就成片死人的烈性，混进了一个会像新冠那样靠空气飘散的新病毒里，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那已经不是一场感冒，那是一个被人亲手设计出来的沉默的收割机。而更让人不安的是，普莱说这个东西不是实验室不小心泄露出来的意外，
是某一个国家把它当成一种生化武器，刻意投放到人群里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影片的标题会说它杀人于无形。普莱说，这场瘟疫的散播方式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它不会像2020年那样全球同时爆发，所有人一起封城，街上空无一人。不会的，它会更安静，更阴险。它会先在某几个特定的地区、特定的国家集中发生，然后像水渗进地板一样，慢慢的扩散开来。他看到的画面是，在那些被病毒渗透的地方，人们成群结队的倒下，死去，就像秋天的花瓣一片一片凋零，就像被风吹落的树叶一阵一阵的飘下来。尸体多到一个地步，多到让活着的人都麻木了。麻木这2个字比任何形容都恐怖，因为它意味着死亡变得太频繁，频繁到没有人有力气再去哭了。可最恐怖的还不是死亡本身，最恐怖的是没有人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杀死。普莱说，就算身体已经被感染了，人们还是只会把它怪到灰尘头上，怪到天气头上，怪到自己最近太累。他们不会想到那是一种被人为投放的东西。他们就这样一边抱怨着最近怎么老是咳嗽，怎么有点喘，一边慢慢的被这个东西一点一点的把免疫系统给拆掉。等到察觉不对劲的时候，往往已经来不及了。他说，你会在飞机上亲眼看到那个画面，一整架飞机的人全部都在咳嗽，咳嗽会变成一种日常，变成一种背景音，习惯到没有人觉得奇怪。药会渐渐失效，原本1颗药就压得下去的病，后来吃1整盒都没用。而政府会选择放任它扩散，什么都不做，就好像这一切都在某个计划的安排之中。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普莱说得很谨慎。当主持人问他这病是不是泰国本地长出来的，他斩钉截铁地说，不是，是从外面放进来的，是外国人搭着飞机入境，然后在当地扩散开来的。而最让人发毛的是，他说连那个把病毒带进来的人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正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他只是一个浑然不觉的载体，一个会走路、会说话、会微笑的移动的火种。至于这东西的源头朝哪个方向，他隐隐约约地指向了俄罗斯那一带的区域。而且他说得很清楚，2026年只是一个开始，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这几年，从2027、2028一路到2030年，这场瘟疫会像涨潮一样，一波比一波更高，更难收拾。那这个东西染上身，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普莱和其他几位看到同样画面的人描述的惊人的一致。一开始可能只是一场怎么都好不了的咳嗽，或是一场拖很久的肺炎，吃了药也压不下去，也可能是一场异常严重的腹泻，把人整个拖垮。他狡猾就狡猾在这些症状看起来都太普通了，普通到你只会以为自己是换季感冒，是吃坏了肚子，没有人会把它跟一场精心设计的生化攻击联想在一起。还记得2020年的那一场吗？那时候至少病毒来得轰轰烈烈，全世界一起拉警报，一起戴口罩，一起把自己关在家里。可普莱说的这一次恰恰相反，他最厉害的武器就是让你以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不轰动，不上头条，就这样混在日常的咳嗽声里，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慢慢渗。而就在你一次又一次以为自己快好了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已经在这一场又一场的拉锯里被悄悄掏空。等到真正撑不住的那一天，你回过头才会发现，原来那个敌人早就已经在你身体里住了很久很久了。说到这里，我必须提一件去年底在网络上疯传的怪事。从2025年11月底到12月初，在某个大国的好几个地方，居民们都拍到了一种奇怪的无人机，3更半夜在住宅区的上空飞来飞去，往下喷洒着不明的液体。很多人说喷完之后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烧焦的怪味，还有不少人说第2天就开始发烧，喉咙不舒服。有人问，这是在喷农药吗？可这里又不是农田，没有蝗虫，你向谁喷药？通常政府要在住宅区喷药，都会事先通知大家关好门窗。可这一次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发过通知。
面对网友铺天盖地的质疑，官方既不解释，也不澄清，就这样沉默地任由各种猜测在底下发酵。有人忍不住问了一句，这到底是在消毒，还是在投毒？我不是要说这2件事一定有关，但是当你把普莱的那句杀人于无形跟这些半夜喷洒不明液体的无人机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很难不去想，预言家口中那个我们浑然不觉的火种，会不会其实早就已经被点燃了？而这就带出了普莱这次预言里最核心的一个概念——隐形的战争。他说2026年确实会有战争，可是大家不要只盯着那种有坦克、有飞弹、有封城画面的传统战争，真正最危险的是那种你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战争，也就是在局部地区悄悄试验、悄悄释放的生物战。这种战争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封国封城的场面，却会让整个社会慢慢冒出越来越多查不出原因的怪病，难以治愈的肺炎，异常严重的腹泻，一个接一个，找不到源头也治不好。换句话说，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认知里，战争还没开始，可在普莱的眼里，那场用病毒当子弹、用人体当战场的战争，早就已经无声无息地开打了。我们以为自己活在和平年代，其实我们可能早就站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央，只是还没有人告诉我们罢了。那么，那场真正毁灭性的、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全面战争呢？普莱说，那场大战跟某一个国家的内部情况紧紧绑在一起。他的判断是这样的：如果那个国家的内部先爆发了动乱，先乱了起来，那么这场全面战争反而会被往后拖延。可是拖延不等于不会发生。他说得很清楚，他只是被推迟几年，绝对不会就这样消失。2027年、2028年，一直到2030年都要高度警惕。2026年，在他眼里，永远只是一个序幕，一个开场。真正最惨烈的那一幕，是在后面这几年一步一步浮上来的。而那2个遥远大国之间的剧烈碰撞，那团已经烧起来的火，正是这整盘大棋的引信。我们现在站的这个2026年的年中，很可能就是历史回头看时会用红笔圈起来的那个点，那个一切正式开始的点。聊完了火、水、地震和瘟疫，普莱还丢出了一颗会直接砸到我们每一个人钱包上的炸弹。他说，未来这5年是关键中的关键，如果你在这几年走错了路，可能就再也翻不了身。他预测会有一场金融系统的崩溃正在朝我们走来，而最讽刺的是，那个被全世界当成最安全、最保值的避风港——黄金，在这场崩溃里很可能会变成一场巨大的骗局。普莱说，问题不在黄金本身，而在于你买的是哪一种黄金。他反复强调，一定要买实体的金子，而且最好是小小一块、小小一块的那种，方便你在最坏的情况下动用。因为当整个金融系统开始摇晃、开始崩塌的时候，那些只存在于账户上、荧幕上、合约上的虚拟黄金，那些你以为自己拥有，其实只是一串数字的纸上资产，会在一夜之间原形毕露。你手里攥着买卖的凭证，却发现怎么样都拿不到真正的货。你以为你买了一座金山，到头来你买的只是一张盖了章的纸。为什么他要这么强调实体2个字？因为一旦真的天下大乱，所有手里攥着纸上黄金的人会在同一时间冲去想把它换成真金，可是市面上的真金根本没有那么多，于是那张原本看起来跟金条一样值钱的凭证，瞬间就变成了一张没有人愿意认的废纸。你账户里的数字一点都没少，可你就是拿不到任何一克能放进口袋的金子。同样的道理，当钞票开始失去信用，物价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往上冲的时候，你存了一辈子的那笔钱可能还来不及反应，购买力就先腰斩了一半。这就是普莱说的3个月蒸发一半，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当信任崩塌时数字最真实的下场。这就是这次标题里那句虚拟资产全部清零的由来。不只是虚拟的黄金，他警告，你以为稳稳当当放在那里的身家，可能会在短短3个月之内直接蒸发掉一半。原本价值连城的数字，
原本看起来牢不可破的财富，当潮水退去的那一刻，才会发现底下根本什么都没有。那些只活在云端、活在数据里的东西，最终会回到它本来的价值——零。你想想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很熟悉？这几年，多少人把毕生的积蓄压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涨跌全凭一张嘴的虚拟资产上？普莱不是在说哪一种特定的东西，他是在说一个更大的趋势。当一场全面战争和一场大瘟疫同时砸下来的时候，整个世界的信任会崩溃，而当信任崩溃，所有建立在信任之上的虚拟财富就会像沙堡一样被海浪一卷，干干净净。能留下来的永远是那些你抓得住、藏得起，最坏的时候还能换一口饭吃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普莱把2026年叫做马射火之年，他说这一年的火特别旺，特别烈，特别不留情面。身在这团火里的那匹马会受伤，会痛苦，会挣扎。他对泰国经济的判断其实有一点微妙。他说，表面上看，经济说不定还会有一点起色，数字也许不难看，可真正会把这个国家搅得天翻地覆的是政治，是人心，是那些藏在数字背后看不见的动荡。这句话你把泰国2个字拿掉，换成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好像都一样说得通。还有一件事，普莱反复提了好几次，那就是粮食。他说要养成在家里囤一点基本物资的习惯，干净的水，耐放的罐头，一点点都好。一开始我听，觉得这不就是老生常谈吗？可你再想想前面那些拼在一起的画面，就会发现，粮食这2个字，恰恰是这整张预言地图的正中心。一场大瘟疫会让送货的人病倒，让工厂停工，让港口瘫痪。一场大战会切断一条又一条把粮食从产地送到你餐桌的路。而那位马来西亚的赊刀人丢下的那句稻米贵过龙珠，说的不就是这个吗？当米贵的比珍珠还夸张的时候，意味着的不是你买不买得起的问题，而是你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印度那边的维尼塔同样把粮食短缺放进了他的预言里，3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又一次指向了同一个画面。所以普莱那句朴实到不行的提醒，囤一点粮吧，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很沉重的潜台词。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会不会只是一个泰国女子自己吓自己的胡思乱想？如果只有普莱一个人这么说，那或许还能当成茶余饭后的闲聊。可问题是，他不是唯一一个在这个时间点看到这幅景象的人。就在这阵子，神秘的赊刀人居然漂洋过海出现在了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你知道赊刀人是谁？那是传说中战国谋略家鬼谷子的传人。他们背着菜刀走街串巷，卖刀从来不收钱，只留下一句预言。他们说，等我的预言应验那一天，我自然会回来收钱，如果不灵，刀就白送给你。当年在清朝咸丰年间，他们说中了米价会从80文一路跌到18文，老百姓都笑他们胡说八道。结果10几年后，米价真的精准地跌到了18文。后来他们又留下3年庇护，风不出门那句话。没过多久，新冠就爆发了，各地纷纷封城，赊刀人这3个字从此没有人敢小看。这一次他们在槟榔屿的晨雾里现身，丢下了一句让当地人摸不着头绪的话，等到稻米贵过龙珠的时候，我自会踏浪而来收钱。龙珠是当地最顶级的野生珍珠，价值连城，米怎么可能贵得过珍珠？可记者一靠近，赊刀人就闪了。临走前又留下4句更完整的话：26红马血火喷，西洋暗无天日，南洋米贵如珍珠，东洋遍地是枯骨。你把这4句话跟普莱的预言摆在一起，会不会头皮发麻？26红马不就是2026这个丙午赤马年吗？血火喷不就是普莱看到的那团大火，那场战争吗？西洋暗无天日，西方世界陷入黑暗，经济崩溃，社会混乱，这不就是那场金融崩盘吗？南洋米贵如珍珠，东南亚粮价飙到天价，你有钱都买不到粮食。而最后那句，东洋遍地是枯骨，东亚地区大批的人死去，尸体多到没有人收，烂在街头，这不正好对上了普莱口中那场杀人于无形的大瘟疫吗？
2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预言，一个来自泰国的女灵媒，一个来自马来西亚小岛上的神秘人，竟然描绘出了同一张2026年的地图。还不止他们，帕克在年初也说过，2026年是清算之年。他看到的是一场牵涉到5个大国的战争，当中包括了中美俄，再加上印度和欧洲。而在这场大棋里，台海会陷入危机，那个以血旗为标志的红色政权也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关口。印度那边解读古老纳迪叶的维尼塔，更是在帕克的节目里直接点名，一种像新冠一样靠空气传播的病毒会卷土重来，人们的行动会被限制，粮食会短缺。而他也用了同样的字眼，那是一种生化武器。帕克还补了一句，这种病毒会比新冠更厉害。把这些预言家的话按时间轴排一排，你会看到一条清清楚楚的线。年初战火开始升温，年中也就是现在，我们踩进了最危险的这几个月。再往后，有人说会有一些一直被藏着的秘密被掀开来给世人看，也有人说某位大人物会再一次游走在生死的边缘。而这条路的尽头，几乎所有人又出奇的一致，他们说撑过这几年最黑的夜，前面会有一个全新的光亮的时代。换句话说，他们描述的不是一条走向毁灭的单行道，而是一场痛苦的必须穿过去的重生。问题只在于我们之中有多少人能咬着牙走到那道光的前面。你看，瘟疫、战争、生化武器、粮食短缺，这几个关键词从泰国到马来西亚到英国到印度，被一个又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反反复复地说了出来。连美国那边也有预言家发出了警告。一位叫阿曼达·格雷斯的女预言家说，2026年是美国的根基之战，是一场属灵的较量。这个国家的精神根基正在被侵蚀，如果今年守不住，2028年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他甚至点出了一个让人发毛的数字密码911。他说，现任的美国总统是第45任，也是第47任，4加5是9，4加7是11，合起来就是911。而现在的美国国会是第119届，倒过来看又是911。连2025 4个数字加起来是9，2027加起来是11，前后一加还是911。他说，这些看起来像巧合的数字，其实都是上天一盏接着一盏亮起来的警示灯。当这么多条河流从不同的源头出发，最后却全都汇进同一片海的时候，你很难再说这只是一场巧合。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会是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人在同一个时间点，从世界的不同角落同时抬起头，看见了同一片乌云？是这个时代真的走到了某个特别的关口，所以连天上都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透过不同的人敲响同一口钟。还是说，这只是我们人类在面对未知的时候一种集体的恐惧，互相感染，越滚越大？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我知道一件事，当一个警报只响一次，你可以当它是误报，可当10几个来自不同地方的警报几乎在同一秒一起响起的时候，最聪明的做法不是去争论它到底准不准，而是先低下头看一看自己的脚边有没有需要先收拾好的东西。那么问题来了，普莱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选择闭嘴，选择从此不再预言？我想了很久，或许正是因为他看到的东西太重了。一个一辈子替别人翻译来自另一个世界讯息的人，最后发现自己翻译的全是一片又一片的枯骨和大火，那种重量不是常人能承受的。他说过，他不是要制造恐慌。他说，他做这一切的目的从来都不是要吓唬大家，而是想让那些有责任、有能力的人能够提早一点做好防范。而这恰恰连到了泰国文化里一个很美也很重要的信念。他们相信，当一件坏事被提前说出口，被很多人听见，引起了警觉之后，透过人为的努力和避险，这件坏事未必一定会照着预言发生。换句话说，普莱盼着最后一口气说这些，不是要我们躺平等死，
恰恰相反，是要我们站起来，动起来。说到躲过劫难，有一个说法，几乎所有预言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他们说，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里，真正能保护你的，不是你囤了多少粮，买了多少金子，而是你能不能守住一颗干净、安定的心。这听起来有点悬，可仔细想想又格外有道理。有一位能跟另一个世界沟通的人就说过，当大难临头的时候，那些心里充满恐惧、怨恨、自私的人，就像身上没有任何防备，最容易被那股混乱的能量卷走。而那些打从心底善良、平静的人，身上仿佛会散发出一层看不见的光，像一个护罩一样，把那些坏东西轻轻弹开。他特别强调，这种善良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不是看你捐了多少钱，也不是看你念了多少经，这些通通没有关系，是真正从心底里发出来的，那种看到别人受苦会忍不住想伸手的善良。他说，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就算身处在一个看起来乱成一团的世界里，也能守住自己内心的一方净土。而正是因为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这几年那些最可怕的灾难其实已经在悄悄地缩小，没有预言中说的那么绝对了。我知道这种话听在很多人耳里会觉得太虚太鸡汤，一场瘟疫要来了，你跟我说靠善良就能挡，可你换个角度想，当一个社会真的乱起来的时候，最先垮掉的往往不是物资，而是人心。粮食可以抢可以囤，可是当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当邻居开始互相猜忌，当恐慌像病毒一样比真正的病毒传得还快的时候，那才是最可怕的崩溃。所以这些预言家说的守住一颗干净的心，说穿了可能根本不是什么玄学。他说的是，在所有人都慌的时候，你能不能不慌？在所有人都自私的时候，你能不能还愿意对身边的人多伸出那么一只手？能做到这件事的人，本身就是乱世里最稀有也最强大的那种人。这让我想起就在去年底网络上疯传的另一个故事。一个7岁的小男孩说，他曾经死过4分钟，在那4分钟里，他去了一个很亮很亮的地方，见到了他口中的那位光明的主。而那位主让他看了一段末日之前最后的5天。第一天，他说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很柔和的光，全世界有好几百万人都被这道光触动了，连那些一辈子不信神的人都忽然感觉到有一个很温暖的存在就在身边。人们停下手边的工作，放下手机，走出门外，抬头望着天，好多人都哭了。可也有一些人继续忙着自己的事，对外面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因为他们不想听，也不想知道。第二天，人们开始分流，那些心里有光的人越来越亮，越来越清，那些心里只有怨恨和黑暗的人却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暗，沉到没办法再跟那些发光的人待在同一个地方。第3天，大地震来了，新闻铺天盖地，人们惊恐万分。可那些心怀善念的人，奇迹般的一个个幸存了下来。第4天是大收割的日子，再铁石心肠的人都被打动了，那些迷路的人开始往回走，连监狱里干过最坏事情的人，只要是真心忏悔的，都得到了内心的自由。而最后一天是彻底分离的日子，光明和黑暗从此走向2条完全不同的路。奇怪的是，那些选择了光明的人，就算被伤害、被欺负，也从不还手。他们只是不停地唱歌、祷告，用爱去化解一切。而越是这样，光就传得越远，因为他们连那些迫害自己的人都一个一个的给感化了。小男孩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相信我，但如果我看到的这一切都真的发生了，你准备好了吗？他说，你的选择很重要，这可能是你选择光明的最后一次机会。你听，无论是泰国的普莱、马来西亚的赊刀人，还是这个小男孩，他们绕了一大圈，最后指向的居然是同一个字：选择。我们这一代人活得其实有点奇怪，我们手里握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多的资讯，可我们也比任何一个世代都更容易被恐惧牵着鼻子走。预言这种东西，信得太多会把自己吓出病来，可一点都不信，又好像辜负了那些盼着命
想提醒我们的人，所以我自己的态度是这样，我不把它当成一定会发生的铁则去焦虑去失眠，但我会把它当成一个善意的提醒，去做一点本来就该做的准备。毕竟准备了，最后没事，你顶多损失几箱罐头几瓶水，可万一没准备，事情却真的来了，那代价可能就不是几箱罐头能换得回来的了。那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具体能做什么？普莱给的建议其实很朴实，在家里常备一些干净的饮用水，备一点罐头，一点基本的粮食，准备好一个急难救助包。在公共场所，尤其是搭飞机的时候，把戴口罩这个习惯重新捡回来，平常多注意自己的肺和呼吸道。钱的部分少碰那些只活在荧幕上的虚拟资产，如果真的要保值，就握住一点实实在在拿得到手的东西。家里有小孩的，在这几个高风险的月份，能不往那些被点名的地方跑，就尽量别跑。这些事听起来都很小，很不起眼，可是你想想，所有的大灾难最后能不能挺过去，靠的不就是这些一个一个的小准备，还有一颗不慌乱的心吗？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画面，那匹冲进大火里的马，别忘了，普莱说那匹马最后是活下来的，他在火里挣扎得很惨很痛，遍体鳞伤，可是他冲出来了。这或许就是死神透过普莱想要告诉我们的最后一句话。2026年注定是一个烈火灼身的年份，我们会被烧，会痛，会看到很多不忍心看的东西，但是只要我们提前知道火在哪里，提前准备好怎么穿过它，我们这群人是有机会从那团火里活着冲出来的。预言从来不是命运的判决书，它更像是一张别人冒着生命危险提前画给你的地图。地图上标出了哪里有火，哪里有坑，哪里有看不见的陷阱。至于要不要看，看了之后要不要绕路，那一支笔永远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普莱把他能说的都说完了。7月之后，这扇门，他说他要关上了。而站在这道门槛上的我们，接下来要怎么走，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了。如果今天这个故事让你心里有了一点点警觉，那就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那些你最不希望他们被烧到的人吧。说不定就是你今天顺手转出去的这一份提醒，在未来的某一天，帮某一个人绕开了那团火。